这个玩意儿简直就像是科技很活和行政很活的终极结合体。先说结论，它像极了你的初恋，美好但是很难搞。大家还记得我5年前申请爱沙尼亚电子居民的视频吗？没想到一眨眼5年就过去了，我的爱沙尼亚电子居民身份证居然也过期了。我们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爱沙尼亚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大使馆，一起去更新我的爱沙尼亚电子居民身份证。那么这张老卡，很遗憾的只能跟他说拜拜了。好，大家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这个就是2025年最新版的爱沙尼亚电子居民套件。我首先来分享一下我的领证的经历吧。从我按门铃进去到出来，一共是5分钟的时间。然后具体呢，进去之后呢，首先就会有一个领事坐在那个窗口前等着你，然后他让你提供你的护照。他拿到护照之后，就会把你最新的这个最新版的电子居民身份证给你，确认一下上面的信息是不是正确。我看了一下，除了我的姓名我能够确认的话，其他那些什么证件号啊、有效期啊，都不需要我确认，很简单，对吧？基本上就是10秒钟就给他确认完了。确认完之后呢，他就会让我录指纹，我记得是录右手的食指和左手的食指，只用这2个手指的指纹，他就是确认你是独一无二的嘛，不是带领的嘛，是真实的嘛。然后等你录完指纹的话，然后他就会把这个我现在手上的这个新的套件，然后给你确认一下，这个新的套件里边有你的身份证卡，就是我现在手上大家看得到的这个盒子外面可以看到的蓝色的卡，以及它里边的一个读卡器，然后还有一个使用说明和一个密码函，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东西了。5分钟全程搞定。OK， 我再大家看一下刚刚给我搞定这个爱沙尼亚电子居民身份证的这个大使馆吧。你看我穿着又很随意，就像一个游客一样，对吧？就过来了。好，我现在到这个大使馆了啊，我给大家马上看一下。你看，好，现在我们到这个大使馆了。后面这一栋白色的就是爱沙尼亚驻美国首都的大使馆，挺漂亮的，挺精致的，还挺大的，很欧式的一个建筑。然后呢，刚刚我领证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大家看一下啊，看这里写着爱沙尼亚 Consular Service， 我就在这个门口里边办的这个业务。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爱沙尼亚大使馆驻美国总领事馆的这个全景。看这个几个罗马立柱的这个建筑就是爱沙尼亚的这个，然后包括这个旗，对吧？看到了它的国旗吧，对吧？ OK， 我现在坐在这个使领馆区旁边的一个小花园里边。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开箱一下，我的这个电子居民身份证组件到底有哪些，让大家看个明白。首先看啊，这个就是我的这个身份证组件，对吧？上面有我的信息，包括姓名，这个证件号，然后还有一个芯片。然后我们打开来看，除了这个身份证组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读卡器。大家看这个读卡器也很漂亮，很精致。这个比老版的完全要升级，要变得更加瘦小了，更加精致了。然后就是密码函和使用说明书啊，密码函我就不拿出来了，使用说明书是这个。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密码函，就放在最里面了。春暖花开，我来到了美国首都 Washington DC， 正好借着这一次来 Washington DC 换卡的机会，我也正好给大家讲讲我这5年来和爱沙尼亚电子居民以及欧盟注册公司之间的爱恨情仇。在2025年的今天，爱沙尼亚电子居民和欧盟注册公司对大家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呢？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在美国首都的机会，边走边跟大家聊聊呗。Let's get into it. OK， 各位老铁们，做一个折腾过爱沙尼亚永居、土耳其护照、保加利亚欧盟身份的全球插旗专业户，今天必须跟大家掏心窝子聊聊爱沙尼亚电子居民和公司注册。这个玩意儿简直就像是科技很活和行政很活的终极结合体。先说结论，它像极了你的初恋，美好但是很难搞。爱沙尼亚电子居民真香的高科技绝不等于高便捷。爱沙尼亚电子居民它最牛叉的地方就在于是一张卡玩转全球政务，所有的签名、报税、开公司全部都能在线搞定，甚至连伪造的机会都不给黑客留。因此这个电子居民套件嘛，可以远程签合同，简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根本就不用满世界飞。
但是这么高科技的东西，想要拿到它，申请流程却堪比西天取经，99811难，少一难都不行。在前些年我给大家分享的视频当中，我有给大家提到，申请电子居民难度已经大幅提升了，通过率已经降到了10不过3，甚至10不存1的可怕程度。申请电子居民可比办美国旅游商务签证还要变态。过去10年的工作经历、学历证明、简历照片，夸张一点说，连你小学的3好学生奖状都得给它上传上去。正好今天我的电子居民到期，续卡的机会，本以为只需要简单的提交资料就行，就像是美国签证的续签，还可以申请免面谈。但是这个续卡的过程，我差点在华盛顿领事馆前咆哮：大哥，我自己这辈子都从没有给自己的简历这么认真对待过，居然还让我认真做个简历上传。现在电子居民这么麻烦的话，那不就是为注册个公司吗？直接注册不申请电子居民不就行了呗？花这么多时间来注册爱沙尼亚电子居民啊？说白了，其实还是给自己和公司巨额的省钱。用电子居民身份证和用你所在国国籍护照来注册的爱沙尼亚公司，这个税务体系可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用护照直接注册公司，是不享有无企业所得税的政策的。只有当你成为爱沙尼亚的电子居民，你是可以享受无企业所得税的这个好政策的。所以你会怎么选呢？目前已经拥有170个国家超过12万名电子居民，用他们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2. 爱沙尼亚公司欧盟免税战斗机，稍有不慎就坠机。重点来了，爱沙尼亚公司最大的杀招就是赚多少都是你的，政府1分钱不抽成。只要利润留在公司，企业所得税就直接为0。这操作连避税天堂 BVI 可都要在他面前直呼内行。更绝的是，他还是个正儿八经的欧盟在岸公司，开了银行账户，接的订单，甚至申请欧盟的 VAT 和各类补贴都是畅行无阻的。但爱沙尼亚政府可不会惯着你，月报、年报错过1天，公司分分钟进入注销黑名单。去年有个朋友光忙着搞钱忘了报税，等反应过来时，公司状态已经是被注销。最后找我们求助，我们团队连夜跨国连线，又是补材料，又是提交税务证明，才让本地律师给捞回来。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保住了营业执照。这种比交易爆仓还刺激的操作体验，一次就好了。可千万不要陪我走到华盛顿 DC。No, God, please, no, no, no。说到底啊，我觉得爱沙尼亚注册公司就像是一个傲娇的学霸，门槛高，规矩多，但是一旦拿下，它可就是你在欧盟的黄金外挂。尤其是现在全球税务稽查越来越严，离岸避税成了高危动作，而爱沙尼亚却能够让你完全光明正大的进行税务筹划，还顶着欧盟正规军的招牌来全球接单。所以啊，老铁们，您千万别怕麻烦，找个靠谱的会计比找对象都重要。只要月报、年报按时提交，剩下的免税红利、欧盟光环、数字便利，可全都是你的。所以啊，当你真的注册一家爱沙尼亚公司来做业务的时候，只要你不翻车，在2025年的今天，这个选择依旧是非常能打的。一句话，怕麻烦的就别来，想赚钱的赶快冲！这年头能够在欧盟合规的避税，还顶着数字强国的光环做生意，爱沙尼亚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总的来说，从我自己以及上百位在我们全球人团队协助下注册运营爱沙尼亚的公司的顾客朋友们的实操经验出发，爱沙尼亚公司以极低的成本、高效的数字化管理以及免税再投资的优惠政策，特别适合在欧盟市场内在线销售的企业。如果我心向欧盟，想要远程遥控业务，爱沙尼亚公司自然是最合适的那个选择。如果你需要较为复杂的架构，需要打通欧盟和世界更多国家业务的桥梁，为全球拓展提供额外的支持，英国公司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OK， 各位老铁，关于爱沙尼亚，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看了今天的视频，如果你也对爱沙尼亚电子居民和欧盟公司感兴趣，想要进行相关的配置，
都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讨论，或者直接私信我，我们一起研究研究。记得订阅我们顺手牵羊频道，打开小铃铛，别错过更多关于全球资产配置的劲爆内容。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